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孤独呢，是我们独在异乡的人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在异乡直面孤独的瞬间和一些应对孤独的处理方法。Riti， 你在异乡生活也有很久了嘛？我相信你也会有很多的一个人待的瞬间。有哪些孤独的瞬间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呢？让我印象深刻的孤独瞬间多，实在太多了。就比如说现在这一刻，我就感觉挺孤独的，因为我们录制的这个时间是爱尔兰时间下午的3点半，但是距离日落已经不足1个小时了。我现在刚好我的窗子是朝向西面的，所以我现在在看这个夕阳缓缓的落下，这就给我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对啊，这边的冬令时真的挺难熬的。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这种瞬间吧，倒并不是说是某一个就是深夜独自回家呀，或者是怎么样，这种瞬间会特别的击中我，反而是这种日复一日的，你看着夕阳缓缓落下的这种时间，就会有一种巨大的这种孤独感在里面。我能感受得到，因为我也是长期的生活在这个离北极非常近的一些城市。之前不管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爱尔兰的时候，都有非常多冬天的时候日光不足的时刻，我也是会感到整个人就是会被掏空的感觉，就感觉好像这个人对阳光的依赖是这么的强，生活在亚洲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对，是的，我觉得冬令时对我的整个人影响还是挺大的。但比较不一样的是，之前在白俄罗斯那边嘛，冬季会下很大的雪，所以你看到的世界还是那种白白的明亮的世界。我觉得这种色彩的亮度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在爱尔兰挺不一样的，就是它的整个冬天是非常阴暗潮湿的，所以给我一种灰蒙蒙的感觉。就这种天气的这种影响吧，就加剧了我此刻的孤独感。当然说除去外界的因素，内心也是会有很多这种孤独的时刻啦。就比如说有时候还是会思考自己在异乡生活的这种意义嘛，往往是在思考意义的时候，孤独感就会非常的强烈。那也是啊，你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孤独瞬间呢？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在我上学的时候，我时常是有朋友陪伴着的，然后在异乡的每一个时期都感觉有那个阶段的朋友在作伴。然后我是一个内向型人格，又是独生女，还是 INFP， 所以我真的很会自己跟自己玩。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一个人过家家，假装自己是老师，自己是医生，然后我的那些娃娃，我的玩具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我的病人。所以我一个人住并没有感觉到非常孤独，我是比较能够消化和喜欢独自生活的人，我觉得这样非常自由。但是有些时候我是会觉得有孤独感的。其实这种孤独感并不是说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有孤独感，而是有的时候其实跟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有孤独感。明白了，是因为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吗？是的，就是当你在一个和自我认知相悖的环境里，比如说一群跟你很合不来的一群朋友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很孤独，就觉得很不舒服，自己有那种局外人的感觉，有迎合他人的感觉，格格不入的感受。因为我跟你不太一样的是，我是一个 E 人，我曾经是一个 I 人，就是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和自己相处的能力是很好的，但是那个阶段我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和命题。就比如说那个阶段我的朋友很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和自己相处就已经可以完全的满足我的这个所有的需求了，就是自己和自己玩得很好嘛。也是来到爱尔兰这边之后才开始试着就是慢慢的发生一些新的转变，然后一变就变成一个大艺人了。艺人的话他就是对外界的这种需求会比较强烈嘛，所以我现在就是处于一种非常还是很需要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就是觉得非常需要朋友之间互相扶持来度过这种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觉得我也有这样相对进步的这种转变吧。
因为我是艺术工作者嘛，所以我时常是以一个自由的状态，我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时常是在家里的工作室里面画画，然后还有工作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自己跟自己相处。一开始可能还好，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觉得就好像不是很开心，尤其是在这种高纬度地区生活，没有什么阳光，因为没有人和你说话，没有这种情感的支持，所以我现在很理解艺术工作者都会有一点心理问题啊，因为艺术工作者大多数时候都是独自在自己跟自己相处嘛。就是如果你不是搞艺术的人的话，你可以就是回想一下在口罩时期的那种感觉，就是刚开始 lockdown 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包括是疫情过后，世界上很多人就是开始在家里办公嘛，所以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然后我在工作室，就是我的那个画画班里面，就是工作室的周末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画画，就是他们平常在家里面工作的这些人， work from home 的这些人。其实我感觉这些人比起画画，他们是想换一个环境来社交，去见一见新的人，就是见一见真人，就是因为他们平常都是在屏幕前跟大家交流工作，不然的话我感觉他们就是没有这样的心理支持的话，会对自己的内心会有不同程度的伤害。对，我觉得就是独在异乡生活，就是心理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嘛。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对于一些时常在家办公的人来说，还是很需要去寻找这种线下与人的这种链接感的。就比如说我自己也是混合的一种工作形式，也就是说我基本上是可以3天在家，然后2天去办公室。但是因为我的这个经理呢，他可能长时间在家，所以他也就是比较建议我可能就只在家办公就可以了。但是我一开始是挺开心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我就会非常明确的感觉到我是需要去到一个有人的环境，让我感觉到有这种怎么说呢，有一种群体的感受吧。这样的话对于我自己去寻找我自己的身份定位和我自己的意义感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所以我现在的话也是会更频繁的，就是在这种冬令时日照比较短的这种条件下，我会更频繁的去自己的办公室啊，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我会故意的去商场，就是吸一点人气，因为爱尔兰这边和国内还挺不一样的，就是这边相对来说会冷清一些。刚搬过来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安静的环境，但是可能因为自己骨子里是中国人嘛，就在某一些时刻会很怀念那种热热闹闹的氛围，也越来越理解为什么热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词语了。比如说我现在就还是挺怀念那种热闹的气氛的。对，我回来以后也非常有这样的实感就是在街上看到很多人熙熙攘攘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来就是生活在中国，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从那样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回到亚洲，回到中国，真的就是感觉人活过来了就感觉之前就是好像是梦境里的世界，或者是好像不是在地球上。明白就好像回到了人间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人的那种气息又回过来了。对，听众朋友们，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音频录制嘛，所以大家看不到，但是我可以说就是野莎在回国前和回国后，就是回到亚洲前后的这个差距真的很大，她的精神面貌差距很大。每次录制的时候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她的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都已经迈入 next level 了。真的吗？对啊，现在就是很红光满面笑容盈盈，就是之前也是就是有很多欢笑嘛，但是真的就是整个人的气色还是挺不一样的。对，那野莎你觉得就是这种孤独感的来源是什么呢？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人回应和分享吧。就人比想象中更需要一些社交关系。人确实不是独居动物，它确实是群居动物。这个在我在欧洲生活了这么久吧，我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的这种回应，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在一个格格不入的环境里面的话，也会倍感孤独。是的，的确是这样的。
那 Riti 你觉得孤独感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样子身处异乡的人的话，孤独感主要可能有2个方向的来源吧。一个是和外界的这种隔离感，这种隔离感倒不是说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种 lockdown 期间的这种物理距离上的隔离，而是说你搬到一个新的环境之后，和你熟悉的人事物隔开的那种距离感，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所以与外界有这种一个比较疏离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孤独感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之一。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会觉得是身份的一种迷失和内心的冲突吧。因为你搬到了一个新地方的话，你的自我认知是会需要一些调节，需要一些适应和需要一些改变的。可能我们就会在这种文化语言或者是社会归属感的缺失比较明显的时候，会感受到孤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冲突了，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去一个新地方之前，对那个地方怀着一些过高的期待，就是充满了一些美好的幻想，但是到那里之后呢，可能会发现，哎，原来跟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样耶，就是差距还挺大的。这种巨大的落差感呢，可能也会给这个人造成一种孤独的感觉，甚至是完全对自我认知的一种就是陌生的感受。因为孤是一种形单影只的这种感受嘛，但是独的话是一种客观的状态，你需要独自的独立的去面对很多新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主要是这2个方面。确实就是在你离开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本来有的那些朋友啊，那些好像就会和你随着时间渐行渐远，就不管是之前多么好的朋友，就好像是会你们的感情因为你们的生活圈子已经不在一起了，所以你们可以谈论的话题可以分享的东西会越来越少。所以我刚才就说过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朋友嘛，所以就是这种本来有的这些朋友好像和你渐行渐远，然后你到新的一个地方，他们时间上或者是和你的生活节奏上已经不同步了，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一些新的心灵寄托，然后这一段时间其实是会有一些孤独感在是的，的确就是有一些熟悉的人渐行渐远了，又需要和新的人去同行一段路，但是可能未来的某一天大家又需要到一个分道扬镳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去。那野莎，就是你出国已经很多年了嘛，从你出去读这个预科开始，然后到你在爱尔兰经营自己的工作室，这个时间段已经是比较长的了。所以你肯定也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这种阶段，你觉得不同阶段的这种孤独感会有一些变化吗？我觉得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说的，我以前是一个很内向很会自己跟自己玩的一个人，然后我感觉这个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我现在结婚了以后，我最近几年都是在跟我先生一起生活，我们生活旅行都在一起。最近我不是很多时候一个人在旅行嘛，然后他的那个时间没跟我对上，因为工作关系就是对不上，所以我就先自己出来旅游了，因为我想调整一下。但是我最近玩的时候，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看了很美好的景色，吃到很美味的食物的时候，我竟发现没有人可以跟我分享这样的喜悦，所以我突然就觉得哇，好孤单，好像就是少了一点什么东西。是的，我非常赞同你刚才说的，因为有一句话就是说 happiness only real when shared， 就是很多美好的东西，很多愉快的时光，如果没有人可以共同去分享的话，这个体会还是会大打折扣的哈。所以就是野莎，对你来说，结婚前和结婚后就是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是吗？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婚姻，比如说有一个每天跟你朝夕相处的人，不管是你的家人还是什么，尤其是像伴侣或者是你的老公老婆这样的角色的话，其实它不仅仅是你的一个就是异性的伴侣，
不仅仅有异性相吸这样的特点，另外一个我是把我自己的伴侣当成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因为我觉得跟他可以讲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尤其是不能跟你朋友啊或者是父母讲的事情，你都可以跟伴侣讲。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的先生就是无话不谈的那种，每天都要把自己所见所闻都要总结啊说给对方听，然后对方也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回应。是的，就我感觉确实是找到了我的人生伴侣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有很不一样的感觉，跟我以前就小一点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这样子可以分享，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哇，那真的就是找到自己的伴侣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的，这个节点之前和节点之后，孤独感的这个体会还是会挺不一样的哈。对我来说的话，我觉得独居和群居是影响我孤独感比较大的一个因素。我人生中最孤独的一段时间是我在白俄罗斯独居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独立，但是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成熟，可能就是20多岁，非常渴望证明自己，非常渴望能够体现自己独立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然后那个时间呢，刚好就被外派嘛，然后去到白俄罗斯那边。当时的这个待遇是挺好的，所以我在市中心就是租了一个一人居的这样的一个小公寓，有比较好的向阳的一个阳台，然后有一个大大的浴缸，就是整个居住环境是很好的。因为上一期我也有提到，我从12岁开始就是住校嘛，一直都是住宿舍这样子和大家一起住，所以对这种独居生活也是充满了很多向往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置身其中的时候，我才渐渐意识到，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不太适合我，或者换一句话说是不太适合那个阶段的我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害怕离别的人，我总觉得我到那边的任期可能就1到2年，挺害怕就是和人去建立一种比较深的这种链接的。因为我很害怕挥别嘛，我很害怕有一天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就会觉得如果有一天要再见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去开始呢？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离别的悲伤和痛苦吧，我选择了一种比较逃避的方式，就是 OK， 我就待在自己的这个小泡泡里，那我就不和别人去建立一个比较亲密的这种联系了。所以那段时间的话，大多数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居住，然后去工作，然后去生活，是缺少朋友的。那个阶段我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问题，直到可能就是第2个任期刚刚要开始的那段时间吧，我面临了人生中一些比较大的挫折。那个大的挫折就是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像之前那样子去挺一挺过来的。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需要有人在身边，但是我没有朋友，没有可以分享的人，我什么都没有。那一刻我真真正正的体会到了，就像你刚才说的，人是一个群居动物，人就是需要和其他人去有一些链接的。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没有给自己织一张网，因为害怕离别，因为害怕就是需要有一天面临这种痛苦，我没有给自己织一张人的关系网，或者是给自己打造一个生存网吧。也就是当我下坠的时候，我发现下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接得住我，所以那个阶段我的心理上我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到后面呢，可能也是跟咨询师聊天啊，或者怎么样的，慢慢的走了出来。也是走出来之后，我才开始交朋友，尽管就是后面还是会面临这种离别嘛，但是整个人的这种生存模式就开始有一个调整了，就变成了我知道我自己很独立，可以独自去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也很清楚我是人类的一员，我需要和大家有一些更紧密的链接。后面的话就搬到爱尔兰嘛，一直都是群居了。虽然就像上一期提到一样，有时候跟舍友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摩擦，但大多数时候相处得很好。我非常感激我现在居住的这个环境，就是有时候每天下楼去泡个茶，遇到同居的人，问一问你昨天吃的那个东西怎么样呀，你明天要干什么呀，就这种小小的这种互动，就会有一种巨大的温暖的感觉，让我感受到自己是切切实实的生活着的，是和这个世界具体的链接着的。我很同意然后像你刚才讲的就是伴侣，我也有很类似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需要谈恋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共同的去分享一些，可以和朋友分享，
或者不可以和朋友分享，可以和家人分享或者不可以和家人分享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找到一个最好的朋友，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对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找到了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要寻找伴侣，为什么大家都想要一个灵魂伴侣 soul mate， 就是当你找到真爱的时候，你会真的你真的会有很深刻的想法的。是的，野莎这一期一定要推荐你的伴侣来听哦。好，那野莎后来就是你是克服了这种孤独，还是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模式和这种孤独感共生了呢？我刚才有说以前上学的时候有朋友的陪伴，我以前上学也是很长时间一个人独居的，但是我的独居我感觉也算不上是真正的那种独居啊，和别人经历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当时独居的时候，比如说我当时住在6号公寓，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就住在7号公寓，我几个好朋友就住在隔壁，是他们先在那边住，后来我突然有一天发现那个他们旁边的房子在出租，然后我就问了一下那个房东，结果他就同意租给我了，我就搬进去了。所以我们基本在所有感到孤独的时候都是一起度过的，包括是口罩期间啊，或者是在任何的时候吧。所以他们每天就是会叫我去吃饭，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做饭特别好吃嘛，然后他也喜欢给大家做，就是每天就会叫我去吃饭，然后也会叫一些其他的好朋友从其他地方过来，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去蹭饭。这个是挺幸福的一些事情。然后作为回应呢，有时候我也会做饭给他们，或者是做一些吃的啊点心分享给大家，所以你来我往的基本上就没让我的留学生活有特别的孤独感，确实是一直都有跟我产生连接的这些人的。包括我们疫情的时候，因为我们比起邻居的关系其实更近一点，因为我们6号和7号公寓其实是在一个门里面，有一个大门，大门里面又有2个那个独自的那个公寓门，这样子在那个门里面，当时 lockdown 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外面那个门里面的空间，我们是可以自由活动。哇，那真的很好哎。对对对，所以当时疫情期间好像就没有那么像别人那样子一直一个人度过，然后就会有很多问题，心理问题出现。我们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有喝茶吹水聊天，聊各种艺术的事情，聊各种八卦，或者是打打麻将啊，这种都有。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然后呢，另外一个我说过的，如果你在一个格格不入的社交环境中，我是真的觉得强扭的瓜不甜。大多数时候在这种社交环境中不会治愈你自己或者让你开心，更多的是你对别人的迎合，然后强迫自己加入那个环境的无奈感。你会遭到他人的不理解，你也不太了解别人，最终你会觉得也许他们没有孤立你，但是你还是会感觉你是被孤立的那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里，这些和你三观不同，就是没有真心交流的人，很容易抓住你的某一个把柄，或者是他不理解的点去反击你。在你比较脆弱的时候，所以这种社交没有给我带来很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我觉得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是不太会懂得去调节这种时刻的，而且不太懂就是说适可而止，就是可能自己不太舒服的时候，有些社交圈子你还是想要加入的这种感觉。反而会伤害你哈，就会导致人和人之间会有一定的摩擦，或者有吵架的时刻。很多时候我一个人要去委屈的消化这些不愉快，或者是去思考反思我自己的问题，导致我自己很内耗。因为我又是一个不太爱表达出来，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吧，
可能跟我这个做视频做播客的这个性格不一样，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就要去想这些事情，因为如果发生这些事情的话，要进行自己自我疗愈，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是会非常非常漫长的。如果就是有些事情不想跟别人讲，有些事情感觉跟谁都不能讲，但是你自己没有人开导你，你好像又很难很难去消化的时候，真的你会感觉到无比的孤独。但是现在的话，我就改变了很多，我一定会在选择了解情况了以后，在适合的情况下就是离开，就不会再回头从苗头上去掐断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这个也算是我在成年过后学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的，而且我希望每一个有同样困惑的人都能够懂得的道理。你说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很多时候人的孤独感不仅仅是因为你独自在一个地方造成的，反而是你身边的人群给你造成的。就是当你发现自己可能并不是其中一员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委屈自己，或者是压抑自己的一部分的特性，去强行的让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强扭的瓜不甜，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种就是强迫自己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委屈，并且有一天就是结果不可能是好的，要么就是你因为过分的压抑自己的需求，有一天爆发了，体现出一个他们不能接受的样子，他们反而会觉得说，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继续委屈自己，委屈到一个自己真的是忍无可忍的境地，默默离去，他们也不会觉得他们做了什么不合适的事情。所以可能就是一开始精准的鉴别一下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是可以理解你的人，或者是可以支持你的人，再去选择是不是要去和他们深入的去交流。然后也就像你说的，一旦发现不合适了，要有这种掉头就走不再回头的能力。太阳下山了天哪，待会儿会秒黑。没事，我这里有一个大台灯随时准备着。那 Riti 你现在是如何跟孤独感共存的呢？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经历？我现在算是能够很好的接纳自己身上的自带的这一份孤独感了吧，并且不再把孤独感视为一个比较消极的东西，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给了我很大的这种动力和能量嘛。就像野鲨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然后也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方法。曾经我有一个非常抗拒孤独感的时期，就是我在白俄罗斯，然后走出低谷之后，我知道我需要新的朋友，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点过于盲目的去交友吧，就是为了交友而交友，就是为了有新的朋友，然后去多认识一些人，去发生一些对话。短时期呢，的确是缓解了我当时比较孤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跟那些人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共鸣和没有太多的这种共同语言，然后长时间相处下来，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是一种消耗，就是这种社交关系没有在滋养我，反而在消耗我。然后后面我就去把这些就是不是真正的友谊的这种社交给断掉了。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影响，就是他当时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领导。因为我独自在异乡生活，他有一个女儿和我年纪差不多大，也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他就非常的体恤我，非常的照顾我。每次我生病什么的都是他到我家里来给我送药。现在想想还觉得挺神奇的，就是怎么会有一个领导我生病的时候他就敲我的门，然后就来给我送药。她也是一个女性，就真的给我一种就是妈妈的感觉，有被很好的照顾着。然后有时候她去森林里去摘蓝莓啊什么的，也是会给我带一盒，然后织围巾，织2条，一条给她的女儿，一条给我，就是真的很感动。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在异乡的这些孤独的瞬间吧，就是有这样美好的人的存在，就是逐渐就消解掉了，并且也让我意识到，就是说原来孤独感并不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如果我能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它的话，它是可以给我很多
动力的。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灵感。我不是一个艺术创造者，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写文字的人。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当我在自己的孤独感比较强烈的时候，我有很强的这种表达欲嘛，可以产出一些更优质的文字内容。就包括我的日记来说，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如果我那天就是过于的开心了，我可能就是简单写一下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结尾的时候是好好玩呀，今天是非常好玩的一天，就是非常小学生的感觉。但是当我就是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感受，就比如说孤独的时候，我可以和自己的大脑更好的共处，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探索自己的内心，反而可能能在日记上留下一些诗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说，对，就是接纳自己的孤独感吧，就是接受说这种孤独感就是人生的一个必经之路，或者是独在异乡的人一定会有的这一部分，然后可以用好它。你刚才说你那个在感受不好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灵感，我觉得这个就是艺术啊，因为艺术很多时候就会来源于自己的挫折或者是痛苦，这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我搞艺术创作，我就是我在特别难受的时候，我不太能画出来，我感觉我就会失去整个创作的力气，这样子。我就会把自己比如说放在被窝里面，然后一直窝在那里，用睡眠来治愈这个时刻。我的作品都是在我情绪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才能挥发出来的，所以你们看到我的作品的话，就是也会发现可能色彩啊什么都比较轻快活泼的那种。能感受到哎。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艺术可以有很多的这种不同情绪的表达，也是挺丰富的，我觉得。是的，在不同的境遇和不同的情绪之中，都可以有不同的这种表达形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罗斯科的作品。如果知道罗斯科作品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他的作品就是画的一个颜色，画了一些色块啊什么的，好像特别抽象，你我都能画出来。但是他是第一个用就是强烈的颜色对比去表达不同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的作品就这样流传了下来。你可以看到他，比如说他在就是比较悲伤的时刻，比较阴郁的时刻，他会用很沉重的蓝色或者是黑色深红来表达，然后情绪比较好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明亮的颜色，亮的绿色啊黄色来表达他的心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情绪会流露出不一样的这样的创作。很有趣。是的，是的。野山，那如果现在你再回头看的话，你会觉得异乡生活中的这种孤独是如何影响了你，并且塑造了今天的你呢？我是觉得人生是需要一些事件让本来无秩序的你突然醒悟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你在一个很不合群的环境中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因为我其实那件事情我不是很想细讲，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不太好的经历，导致了最后变成了某种程度的霸凌行为吧。所以就是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无法走出来，因为我好像突然因为一些事情，好像跟平常来往的一些朋友，一大群朋友好像一下子就切断了关系，然后那群朋友就是会以不同方式来从心理啊或者是一些谣言中来攻击你这个样子，有点墙倒众人推的那种。所以在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会让你很难受，因为你明明好像是觉得他们是朋友的，但是会发现人竟然会变脸这么快。天哪！所以我在经历过这种非常重大的事情之前，我是一个就是小蝴蝶的状态，我也不是很在意这些人际关系中的这些东西吧，就是很稚嫩的去处理一些人际关系。后来在这种大型事件过后，我觉得我心里面受到很
严重的伤害，导致我一段时间经常想到这些事情，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难受。经常就是走不出来的那种感觉。我现在是觉得那时候我太小了，我当时不跟任何人分享，而且没有去及时的求助，我觉得是一个很傻的事情。因为你自我消耗的话真的用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但如果我当时要是去求助心理医生啊，这样的话应该是会好很多的。我是会觉得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你会觉得这些事情加速了你成熟的脚步，就感觉你一下子好像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会发现我原来还有那么多不懂的事情，我原来这么不会处理这些问题，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问题存在。然后你会开始了解你自己本身，就是你可能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你会开始了解你自己本身你有什么缺点，你有什么优点，哪样的事不应该怎么做，然后开始学会如何保护你自己，而且会及时止损，就是发现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这样的不合适，原来价值观的不同会发酵出一些非常难以想象的事件。但是我觉得我当时经常就是想着，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交朋友，甚至是我以前会故意的去回避跟女孩子交朋友，因为我觉得女生之间会有很多 gossip 或者是一些假友谊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是可能就是有点受到伤害了，我就拒绝跟女孩子交朋友。研究生期间那段时间，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男生当然我觉得很多男生嘛，就是直来直去的，不会想那么多，可能交往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我就是换了一个环境，毕业了以后换了一个环境到爱尔兰来，我真的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美好的女生，我在这边遇到的所有的人都特别特别好。后来我就开始不太怀疑自己了，我觉得其实我也挺美好，世界也挺美好的，只是你没有在一个正确的环境里面。当你孤零零一个人投到一个并不适合你的环境里面，就是真的会觉得很无助很无助。但我觉得我现在会就是已经治愈很多很多了，我觉得我这个事情也是沉淀在我心里面非常久，但是一直都没有说出来。我觉得说出来还挺开心的，我觉得这都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些节点吧。也许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非常难受但是非常有用的节点，可能是你化茧成蝶的某一个步骤。所以我还是很感谢就是这种特殊的孤独感塑造了现在的我。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克服了这些困难，变得更好了，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很开心，就是你在这种孤独感中有一种升华吧，就是完成了自己成长和迭代的脚步，再去回看那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那些人突然就变得很小了，曾经可以让你产生那么多痛苦，那么多纠结，那么多消耗的事情，人事物一下就真的是非常渺小而遥远的东西了。好像你把整个生命拉长的话，这些事情真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点而且往好的看，它也是一个给你的历练吧。对，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孤独感对我来说也是有这种就是让我成长的意义在的。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曾经是一个很注重隔绝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不是很在意和别人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好像有我自己就可以了。当然这可能也跟我的这种成长环境中缺少一些支持有关系。时间长了之后，我对别人是缺乏一种信任的，我很抗拒对别人的这种需求感和依赖感，就是缺乏一个向外求助的这种能力吧。很长一段时间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就是因为在白俄罗斯的那个谷底，我通过就是心理咨询师的这种帮助逐渐走出来之后，用自己的方法给自己学会开始织这个安全网了。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和蜕变，让我意识到说需要别人是可以的，依赖别人是可以的，试着去信任别人也是可以的，尽管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是你要知道你释放出来的这种善意也好，你释放出来的这种友善也好，也会吸引到和你类似的人。我和野莎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来到爱尔兰之后遇到了特别多就是很美好的女孩子，她们真的是在各种意义上都给了我很多的这种启发和帮助。所以其实不能说我很感谢那段时光吧，因为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就是非常苦涩的，但不得不承认那段时间让我学会了一些很重要的生存技能，不仅仅是说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打造自己的新生活，更重要的是需要别人也是可以的，需要帮助也是自然的，让我有了一种向外求助的能力吧。这种能力是我曾经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会觉得正是孤独感塑造了今天的我，正是孤独感让我成长为了现在这样一个就是更能通过外界给自己给到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人吧。所以我会觉得孤独感它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它真的是可以塑造人改变人的。我觉得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就是从你一无所知，就是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到处探索，然后但是你突然就是遇到了一阵狂风，把你给阻挡的七零八乱，你的翅膀啊什么的也掉了一块，然后你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有问题啊什么的，然后重塑自己。后来就是又发现其实世界还是很美好的，重新就是说服自己，重新就是吸取经验，给自己补丁，给自己的翅膀补丁，然后又重新飞起来的这种感觉。的确是这样的。我觉得正是这些看上去受挫的瞬间，反而是这些瞬间重新塑造了我们，让我们重新有机会去探讨，去思索自己的价值观是否需要调整。正是在这种调整的过程中，我们有了成长吧，就是不停的把自己给迭代，然后一点点的去升级，就像系统升级一样，慢慢成为今天的样子。那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问野莎，关于如何面对独在异乡的这种孤独感，你会给大家怎样的建议呢？我觉得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有些人喜欢独处，有些人喜欢热闹，但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样的性格，社交都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与人的链接也非常重要，但是你不用强迫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按需社交，但绝对不可以不社交，因为不社交的话就会有很大程度的跟你再往前走的社会脱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是很提倡女生做家庭主妇，因为做家庭主妇很多时候你都是孤独一个人在家的，或者是你有一两个孩子，他们的智商智力都跟你不在一个维度上面，所以你很难就是能够有人给你倾听，能够和你产生交流的。所以就是一定我觉得还是要社交，要去主动的勇敢的去和人交往，尤其是我们在一个冬季没有什么阳光的地方，这种人还有川渝地区其实我是就是从爱尔兰因为爱尔兰现在冬天嘛，就是逃离到这个国内，结果我发现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好像也没有阳光重庆也每天都阴雨，然后天天下雨，天天有雾，没有什么阳光所以在这种地方生活，在身体和心理上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有的时候如果你情绪不是很好，在家里面黑灯瞎火的，在被窝里面缩着，会让你元气大伤的，会让你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自信，然后内心越来越不想出去社交。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人一定要去参加各种活动，
这种事情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比较容易办到，因为学校本身就会建立很多的这种社交场合、社交活动。学生的话，你一定要多去参加这种活动，不管是这种社团活动还是运动的这种活动，会让你认识到很多人。你在这些人里面肯定会有那么几个人会跟你同频。如果搭建这种社交网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但如果你是在家办公的人，你觉得人际交往的圈子不够广泛，那你就可以去参加各种兴趣班、运动、普拉提、瑜伽都可以，画画、跳舞。再不行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打开某个 T 开头的软件。其实我觉得它不算是一个约会软件吧，因为我以前单身的时候也玩过，它当然上面奇奇怪怪的人众多了，很多人对它嗤之以鼻，但我觉得重要的是你本身使用它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当时也是比较孤单，就是想交不同圈子里的朋友，所以当你把它当做只是认识人的一个工具的时候，其实在上面你也可以找到比较同频的这种人。你会发现上面还是有很多正常人，就是真人的。但是大家一定要防骗子，要注意安全哦。那 Rita 你有什么建议吗？我很赞同，就是刚才野莎讲的，要勇敢的迈出第一步，主动的、积极的去进行一些社交。但是呢，我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建议野莎，你应该能看到吧？我这边肉眼可见的暗了下去，就是天越来越黑了。对，就比如说像面对我现在这个问题，天黑的比较早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主动的去采取一些措施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买一些那种小串灯，然后买一些蜡烛，主动的去营造一下这种温馨的氛围。如果你把你的这个小窝搞得比较温馨，然后有氛围感的话，你回到家你可能面对的就不是一个漆黑黑的地方，你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比较可爱的地方，你的心情会有很大的改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现在天亮的很晚很晚嘛，我也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去买一个那种唤醒灯，它起到一个人造太阳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光唤醒，这样对你的这个身心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另外一个方向的话，我会希望就是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身体对心理的影响，因为当你的身体不好的时候，你的心理是很难保持一个长期健康的状态的。所以在秋冬季节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少生病，并且适时的去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就比如说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D 这样的东西。因为我是云南人嘛，我来自一个从来不缺光照的地方，我最主要的担心是我会不会晒脱皮，你知道吗？就是我只担心阳光会不会太热烈，从来不担心会不会没有阳光。你以前皮肤颜色也是会跟云南人一样那样是比较深吗？对，会深一些的。对，我是来到爱尔兰这种没有阳光的地方才变得越来越白。因为我看你特别白。真的假的？因为我看你特别白，就是跟我们川渝地区好像也没有两样，我就觉得我就一开始很难联想到你是云南人。大多数云南人其实也不是天生黑嘛，都是晒黑的，都是被那个强烈的紫外线给搞黑的。对，所以我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个意识说我需要去补充维生素 D。然后来到这边之后呢，我看到大家都在抢购维 D， 我也是嗤之以鼻的，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后来我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心理力量变得羸弱，更多的有那种自我怀疑呀，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这个不行呀，那个不行啊，就缺乏力量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当自己不能去完成计划或者做这个事情呢，然后又会有更多的失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做呢？但是其实这个时候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只是因为你的身体缺少那个微量元素而已。当我把这个维 D 和维 B 补充起来之后，我整个人的这个精神头哗啦一下就好了，就属于那种前一天还觉得哭，第二天就就是风风火火的干事情去了。是啊，对，所以就觉得就是大家还是一定要重视自己身体的这种需求，一定要及时的去补钙、补维生素，学习照顾自己。那这一期和大家聊一聊在异乡如何解决孤独感，面对孤独感和自我进步的一些话题。希望大家如果有自己特殊的经历的话，大家也可以分享到评论区里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